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学中文播客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若涵。大家好，我是明辉，若涵老师。我最近特别想通过看中国电影练口语，但试了2部就放弃了。一部语速快得像机关枪，一句都没听清；另一部有好多方言，我连你好都听不出来是哪个词。你能推荐点真的适合初学者的电影吗？特别理解你的感受。初学者选电影，关键要满足3个条件：台词短而简单，语速慢且均匀，发音标准无方言。今天就给你推荐5部完全符合的，还会教你怎么边看边记，保证你能跟上。对了，明辉，我先问问你吧，平时看电影更喜欢温馨日常的，还是轻松搞笑的呀？我更喜欢轻松搞笑的。如果剧情太严肃，我会紧张的只盯着字幕，根本顾不上学表达。搞笑的电影能放松，说不定还能记得更牢。那第一部必须推荐《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》。你听过《家有儿女》这部电视剧吗？很多外国朋友学中文都从它开始，不过刚才说的这部是电影版，剧情更短，台词也更精炼。比如里面全是吃饭了，快点哦，还有别乱跑，小心摔倒。这个小狗太可爱了，我帮你拿书包。这种日常短句，每个句子最多5个字，语速比我平时教你课文还慢。主角都是专业演员，发音特别标准，连儿化音都很清晰，完全没有方言。哇，每个句子最多5个字，也太友好了吧！我之前看的电影，一句话能有10几个字，刚记住前半句，后半句就忘了。那这部电影里的表达真的能直接用在生活里吗？比如我想帮同学拿东西，就能说我帮你拿？完全可以，而且剧情围绕家庭和宠物展开，特别贴近生活。比如妈妈叫孩子吃饭，姐弟一起逗小狗，爸爸陪孩子玩游戏，这些场景里的对话，你去中国朋友家做客，和同学相处都能用得上。你看的时候可以这样练：第1遍只看剧情，笑一笑放松；第2遍暂停记台词，比如把太可爱了，小心摔倒写在笔记本上；第3遍跟着角色读，模仿他们的语气，比如别乱跑，说的时候稍微带点提醒的感觉，慢慢就会用了。这个方法好，我之前都是一次性看完，看完就忘，这次试试分3次练。对了，还有其他搞笑的电影推荐吗？我想多囤几部，周末慢慢看。必须有，比如这部剧叫《夏洛特烦恼》，这部是中国很火的喜剧电影，剧情特别简单，讲述的是一个男生不小心穿越回了高中时代，想重新追喜欢的女生。里面的台词全是大白话，没有复杂词汇，比如别瞎想了，没用的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你放心，这个饭太好吃了，我还要1碗。语速比家有儿女稍快一点，但每句话之间停顿很长，你有足够时间反应。而且主角说话语气很夸张，比如太有意思了，会拖一点尾音，特别好记。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这句话，我在中国朋友的朋友圈见过，是不是就是我来负责，你不用管的意思？那这部电影里的表达，朋友之间聊天能用吗？比如我想安慰不开心的朋友，能说别瞎想了吗？没错，这句话在朋友间用特别自然，还显得很亲切。而且电影里有很多吐槽和安慰的表达，比如朋友迟到了，你可以说没关系，我也刚到。朋友说我怕做不好，你可以说
别担心，你肯定行。这些都是日常高频句。你看的时候可以重点记，比如别什么什么了，太什么什么了这种句式。比如别着急了，太好玩了。以后想说类似的话，直接套进去就行。原来还能套句式，我之前总怕说错，现在觉得简单多了。对了，除了家庭和朋友场景，有没有讲亲子互动的电影？我觉得爸爸妈妈和孩子说话肯定更简单，比如过来吃饭这种词，说不定能帮我巩固基础词汇。太懂你的意思了，那就推荐你去看看中国早些年的爆火的《爸爸去哪儿》系列电影，特别适合。它是真人秀改编的，没有固定剧本，全是真实的爸爸和孩子一起旅行的对话。比如，宝贝，慢点走，小心台阶，我们去那边看大象好不好？爸爸帮你系鞋带。这个水果好吃吗？你尝尝。每句话都特别短，而且会重复很多次。比如孩子总问，爸爸，这是什么？爸爸会耐心回答，这是香蕉。你能反复听同一个词，记起来超容易。重复，我最需要重复了。之前学苹果、香蕉这些词，总记不住。要是电影里能反复说，肯定能记住。那这部电影里能学到描述动作的词吗？当然能，里面有很多孩子跑、跳、玩游戏的场景。爸爸会说，别跑太快，跳的时候小心点，我们一起玩球。这些动词发音都很清晰，你可以边看边模仿口型，比如跑要把声调降下来，跳最后要翘一点舌，慢慢就能纠正发音了。而且电影里的画面和台词对应的特别好，比如说到吃，就会出现孩子吃东西的镜头。你能看着画面记词，比死记硬背轻松多了。太棒了！这3部我肯定能学会不少词。那如果我把这3部看完，想稍微提升一点，比如学一点感谢、安慰的表达，有没有稍微难一点，但还是能跟上的电影？有，可以试试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。它是一部温情喜剧，讲女儿想帮妈妈实现愿望的故事。剧情很感人，但台词一点都不难。里面有很多亲情类的表达，比如妈，你辛苦了，坐会儿吧，我一定会让你开心的。这个衣服真好看，你穿特别合适。咱们周末去逛街好不好？虽然句子比之前的长一点，但没有复杂语法，都是主语加动词加宾语的简单结构。比如我，主语加帮，动词加你，宾语。主语加动词加宾语我学过，那我帮你就是我主语加帮动词加你敦语，对吗？那这部电影里的年代感词汇会不会影响我？比如供销社这种词，我可能听不懂。放心，这种生僻词很少，而且就算遇到，也不影响理解剧情。比如供销社其实就是商店，画面里会出现卖东西的场景，你一看就懂。重点学感谢和描述的表达，比如你辛苦了，可以对帮你的人说，这个东西真好看，可以形容礼物、衣服，这些在任何年代都能用。另外，《疯狂动物城》的中文配音版也很适合进阶，里面的台词经过本土化改编，比如加油，你一定可以，别放弃，再试一次，我相信你，朋友。词汇重复率高，还能学鼓励他人的表达，而且动画画面有趣，你不会觉得枯燥。中文配音版，我之前看的是英文原版，换成中文的话，
是不是能更专注听台词？比如听到加油，我就能直接记下来，不用再翻译一遍。完全正确。而且动画里的角色说话语速很均匀，没有连读吞音。比如我相信你，每个字都很清楚，特别适合练听力。对了，再给你2个超实用的观影小技巧。第一，只看中文字幕，别用英文字幕，不然你会依赖英文翻译，没法记住中文表达。第二，准备一个小本子，遇到重复3次以上的短句，比如别担心，没问题，马上记下来，旁边标注场景，比如朋友迟到时说没关系，以后遇到类似场景就能直接用。我现在就去拿笔记本。今天推荐的5部电影我都记下来了，打算先从《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》开始，每天看20分钟，按你说的看剧情、记台词、跟读3部连。对了，这些电影在腾讯视频、爱奇艺上都能找到吗？我怕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看不了。大部分都能找到，你可以在这些平台的海外版搜索，或者让中国朋友帮你分享链接。他们的篇幅都在2小时左右，分5到6次，看完完全没问题。如果看的时候遇到不懂的台词，比如小心摔倒里的摔倒，可以随时问我。咱们下次节目还可以专门拆解电影里的高频词。太感谢若涵老师了。之前我总觉得看电影学中文是遥不可及的事，现在觉得特别简单，终于不用再对着单词书发呆了。不客气，学习中文最重要的是在兴趣里积累。看电影既能练口语，又能了解中国文化。慢慢你会发现，中文其实没那么难。没错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希望和我一样的初学者都能通过这些电影学好中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见，拜拜。